我是个盲女，无意间恢复视力后，发现我的老公竟是2个背部相连的连体男人。早上听新闻的时候，电视里正报道着一个女大学生失踪案，我听得正入神，忽然太阳穴刺痛了一下，我不禁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漆黑的世界突然有了白光进来。难道我的视力恢复了？我一激动，不小心打碎了桌上的杯子。林冉刚好在身后拖地，他立即关切地走上前问：怎么了？我本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但在看见他的时候，我不由得僵住了身子，因为我隐约看见林冉的背后贴着一个人。看来我的视力并没有完全恢复，居然还会把一个人看成2个人。林冉问我：是因为怀孕所以感觉不舒服吗？我点头，有可能。想起孩子，我心头变得柔软，走上前想抱抱丈夫，却被他推开。小将，我还要拖地。结婚3年，林冉从来不让我拥抱他。我是一个盲人，但林冉手脚健全，却有着特殊习惯，比如不能拥抱、分房睡觉、爱穿雨衣。睡了一晚上后，我被噼里啪啦的雨声吵醒了。朦胧间，我竟然看见了洁白的床单、米色的柜子，张开食指在眼前晃动，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真的恢复视力了。此时外面传来开门声，我欣喜若狂，想要快点告诉林冉这个好消息。可刚走到门口，我就看见林冉正在拆一个超大的纸箱。林冉背对着我，她穿着宽大的黑色雨衣，头上戴着的硕大的衣帽将整个人笼得严严实实。纸箱被打开，我看见有一个女人躺在里面，那个女人穿着白色的校服，蓝色的帆布鞋，肢体僵直，我一眼看出这是具尸体。我愣在原地，耳边回荡着昨天的那个新闻，竟然是他杀了这个女人。我想开口叫她，突然一只手从林冉的雨衣里伸了出来，她的手不应该在拆纸箱吗？帽子被推开，我看见帽子里藏了一张男人的脸，那张脸正对着我。看见我后，他微微笑了，随后雨衣里又伸出来一只手，那只手上正拎着给我买的早餐。我心惊肉跳，不由得连连后退。顷刻之间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林冉从不跟我一起过夜，也从不让我与他亲近。原来他是个连体人，我甚至不知道这2个人中谁是林冉。此时他们转过身去，我看见了另一个男人的脸。小将，你起来了。最熟悉不过的声音，我直觉他就是林冉，可我没有回应。他又问：怎么在发抖？我感觉到林冉明显警觉了起来。小将，你的眼睛能看见了吗？我连连摇头。他冲上前来，激动地问：你是不是能看见了？快说话！我害怕被看出破绽，假装痛苦地开口道：我肚子痛。肚子疼？我点点头，继续装成盲人看着前方。也就是这时，我看清了那个女尸的脸，她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的疤痕。我才想起来，我认识这个人。小将，你在流血。林冉的话拉回了我的思绪，我下意识低头，才看见自己的睡裙下有鲜血流了出来，心头一颤，我两眼一黑，陷入了昏迷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，林冉坐在我的床边。小将，你醒了。我强装镇定，用手在被子上摸索，假装寻找他。我睡了多久？林冉猛地向后退，应该是怕我摸到他身后的那个男人。你睡了好几天了。我没说话，想找机会报警。小将，孩子没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惊得坐起了身子。林冉垂下脑袋，可表情却看不出一点难过。医生说你的身体太虚弱了，所以才会流产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佯装哭起来，其实心里却暗自松了一口气。有一个杀人犯加连体人的父亲，这个孩子本就不该出生。林冉柔声说道：小将，你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做妈妈的，别难过了，我去给你炖点鸡汤。他往外走的时候，他的兄弟一直面对着我，如同一个附着物靠在林冉背后。等他们走出去后，我掀开被子，也偷偷跟了出去。林冉他们进了厨房，我走进客厅，发现那具尸体已经不在了。我靠近厨房，隐隐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，2个男人的对话声随之传来。那剩下的人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不是林冉的声音，应该是他的哥哥或者弟弟。我听见我的丈夫说：把他们都找到，然后全除掉。我心间猛地一颤，那边又传来声音：嫂子好像不对劲，我怀疑他是不是能看见了。叫我嫂子，看来林冉是哥哥，他们竟这么快就怀疑我了。林冉道：是不是因为药的问题？药？什么药？听见他们好像要往门口走来，我不敢再听下去，赶紧跑回卧室。我的丈夫到底是个什么人？没过一会，林冉就端着鸡汤进来了。小将，喝点鸡汤吧。我看见他身后的弟弟也在歪着脖子朝我看来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这鸡汤里十有八九有问题。我现在不想喝。喝了吧，你身体太虚弱了，喝了对身体好。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故意摆出矫情姿态。太烫了，你先喝吧。林冉把鸡汤拿到嘴边吹了吹，然后递到我面前。我喝了，不烫。他骗人，根本没喝。我再次推开他。我不喝，我想睡觉了。好吧，那你先休息。他又咳嗽起来，转过身准备离开时，他身后的弟弟顺带把床头的手机拿走了。这一切我只能仿若未见。等他们走后，我绝望地想着自己的处境。我很想报警。林冉杀的那个女人叫吴佳佳，
她是我这辈子最恨的女人，要不是她，我也不会成一个瞎子。因为争夺考研的名额，她故意害我出了车祸，我失明后退学，她却顺利考上了研。林冉居然杀了她，到底为什么？他们还说要杀了剩下的人，那又是谁？思考这些问题让我头痛欲裂，没一会就昏睡了过去。过了很久，我听见有人凑在我耳边说话。小将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这么快就天黑了吗？此话一出，我毫无困意，马上就清醒了。这不是暴露我恢复视力了吗？小将你，我在空气里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意味，立刻解释道：老公，我是迷糊了，差点忘了我是个瞎子。林冉叹息道：小将天还亮着。什么？现在的天是亮着的，你好好告诉我，你之前是不是恢复视力了？我愣住了，我又失明了。我哑着嗓子苦笑，看不见，我一直都看不见。林冉咳嗽2声，要是有什么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我点点头，来喝点鸡汤。有勺子抵在唇边，我不再反抗，张嘴喝了下去。我不知道这鸡汤里是不是有毒，一想到往后还要跟他们2个连体人一起生活，我更是浑身发冷。我祈求林冉，我想跟我的好朋友圆圆一起散散心，可以吗？谢元。听见这名字，林冉好像不是很开心。我点头。我的手机呢？我想给他打个电话。我伸出手在床头假装摸索着，其实我知道手机被他们拿走了。还是我来帮你跟他发消息吧，你现在身体不好。我意识到林冉开始对我有所防备了，只能点头。好的。他揉着我的脑袋，那你休息吧，我帮你约谢元，看看能不能让他来家里陪陪你。听见卧室门的落锁声，我摸索下床，蹑手蹑脚地打开门。我扒在门缝边，听见客厅传来微弱的说话声。他之前肯定是恢复视力了。我听见林冉弟弟的声音传来，他又问：你说嫂子会不会报警？林冉没有说话，良久我才听见我的丈夫开口：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他现在又看不见了，只要我们把他看好就行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又会突然失明，也搞不清楚林冉何时对我下的药。我无力地瘫坐在地板上，只求他能说到做到，帮我约谢元上门。第2天，谢元竟然真的来了。你们好好聊天，我先出去买点菜。说完，林冉便出了房门。谢元坐在我的床头，关切地问我：小将，你还好吗？我摸到了好朋友的手，露出了久违的笑意。我凑在谢元面前低声道：圆圆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什么？能不能帮我报警？我感觉林冉不对劲，他好像杀人了。谢元收起笑声：他怎么会杀人？你之前来不是总纳闷林冉在家为什么还要穿着超大的雨衣吗？其实是因为他是个连体人。前几天我突然恢复视力，不小心看见的，可现在我又被他下了药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提醒圆圆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报警。谢元却说：我已经报过警了，你放心。你报过警了？是的，我刚刚发短信报警的。我长舒一口气。警察多久才能到？谢元道：应该快了，我去看看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又合上了双眼。等我惊醒着睁开眼睛，才感到时间似乎已经过了很久。警察已经来了吗？圆圆，你还在吗？我打开卧室门，竟发现漆黑虚无的世界里有了光。我好像又恢复了视力。浴室里传来水声，我猜想林冉已经被警察带走，是谢元在用卫生间。正想往浴室走去，却觉得脚下好像不对劲。我低下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模糊的红，是血。我惊得双腿一软，转过脸去，才发现冰箱前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又上前几步，我终于绝望地看清，那个是好朋友谢元的尸体。小将。浴室里传来林冉的声音，恐惧如同烟花般在脑海里炸开。我机械地转身回头，隐约间看见浴室门口站着个男人，看样子刚刚是林冉在洗澡。别过来！我心跳如肋骨，害怕他上前来。小将，你又能看见了，是我呀，你别怕。就因为是你，我才要害怕。你为什么要杀圆圆？而且你身后还有个……嫂子，你在说我吗？林冉身后的人侧脸朝我看来。我叫林川，你之前就见过喽。你既然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怎么能跟我结婚？我甚至还怀过你的孩子。你们2个是杀人犯。我提醒他们，警察马上就来了，你们一定会受到制裁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林冉温柔地说道。小将，警察不会来的。他朝我一步一步走来，我吓得不停后退。你跟谢元讲话时，我就在他身边，是我让他不要报警的。什么？我又惊又怒。你这个疯子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可林冉却温柔地说：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，再解决完最后一个就结束了。接着林冉把我抱到了屋里，不多时门铃响了。林冉、林川他们对视了一眼，随后走出了房门。他们又从外面给卧室加了一道锁。我翻下床，准备拉开窗向人求救，无意间瞥见了床头柜隔层里的某个东西。我拿起来在灯光下看了好久，才认出了那是一盒堕胎药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没保住的那个孩子是林冉给我吃了堕胎药，可他为什么要给我吃堕胎药？正当我疑惑时，我听到客厅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惨叫。我不断地敲打着房门。林冉，请你不要再做傻事了。这时林冉开锁打开了房门，我隐约看见客厅里绑着一个熟悉的男人，他是圆圆的男友赵刚。我哭喊着质问林冉：这就是你所说的最后一个吗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毁掉我肚子里的孩子？说着我举起手中的药盒。林冉听完一脸难过，
将一把刀抵在了赵刚的脖子上。你老实说，小将怀的孩子是谁的？赵刚颤颤巍巍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承认，求你别杀我。什么？我一脸不解。林然解释道：“是赵刚看到我眼睛失明后，便动起了歪心思。他花钱买通了我的好友谢元，趁着林冉不在家，谢元把我灌醉，在我睡得一蹶不振时，又让赵刚偷偷爬上我的床。之后我便有了身孕。谢元还将我的照片分享给了吴佳佳，以此换取重额赏金，甚至他们还疯狂嘲讽我的老公是个连体人。林冉害怕我知道真相后承受不住，所以一直对我隐瞒，而他自己则走上了极端的道路。”林冉说完，直接一刀结束了赵刚，并对我说：“小将你放心，明天我就去自首。”此时我的心里五味杂全，流下了眼泪。林冉，对不起。林冉拖着疲倦的身体挤出一个笑容，他咳嗽2声。医生说你的眼睛恢复只是短暂的，还是需要更换眼角膜才能痊愈。走吧，你该休息睡觉了。在林冉的陪伴下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，可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过去了3天。我离奇地发现我躺在医院里，而我的眼睛也彻底恢复了视力。我四处寻找手机，想给林冉打电话。此时一名警察来到我面前：“你是小将对吧？”“是的。”“你的丈夫已经全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，明天将执行死刑，但是他强烈要求在此之前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你，看来手术还是挺成功的。”听到这我心头一酸，连忙询问：“林冉现在在哪？”“就在中心大街的警察局，你还可以见他最后一面。”我立刻翻身下床，朝着警察局跑去。